你看它这个离2号线非常的近，看到没有？近在咫尺的感觉。嗨，大家好，我是 DJ 汉堡。那这一期大家探索一下大渡口，这个重庆城区之一啊。但是对于一个旅居或者旅游人来说，大家可能对大渡口的印象就是几乎没有的感觉。但是对于重庆本地人来说，大渡口又是一个很核心、很重要的区域。那这次呢，我从重庆2号线的平安站下车，一路走到新山村站，我大概也得走了30-40分钟吧。主要是沿着这个叫钢花路，然后一路到它这个钢花影剧院，等于说就把它大渡口的这些老的东西都看了一下，有老的社区啊，老的这个建筑啊，然后但是大渡口也是我认为重庆最混搭、最北方的一个城区，就是它短短几分钟，比如沿着这个主干道走，给我看了好多种城市的风格。那么这次录制视频其实就是我第2次脚踏在大渡口的土地上啊，往常都是坐车呀或者坐轨道经过大渡口。这大渡口反正一般，你像去玩去观音桥或者去江北渝北这些地方，南岸这些地方，九龙坡这些地方，最多我就到杨家坪了，谢家湾那块儿。就大渡口一般真的不怎么来，包括这个我拍的巴南的鱼洞啊。那接下来呢，就跟着我的第一视角来看看大渡口这个区域给我的感受是什么样的。那大家看到的这个反馈就是我当时看到的反馈，因为就是第一视角嘛，我也没有写稿什么的，所以 OK。那这也是一个长视频，因为大渡口可能就做一期视频嘛。那么大家就继续看吧。到这个平安站了，然后它这个房子特别有意思，这个布局很让我感觉想到香港，看到没有？非常紧密，而它这个房子就离车站特别近。哎，这个出来就是这样的啊，上面走这个2号线，然后是平安站，然后底下就是卖吃的和小区，还挺有意思的。它这个把整个这个小摊集中在这么一个小窄道上，然后这个底下应该也是一个市场，看，挺有意思的。这个其实就是平常那个网上老有这个小红书上发的，就这个地儿特别网红啊。然后它这块弄得也挺有意思的，前面就是小区，然后它这个布局就挺奇怪的，挺神奇的哈。我现在还没看明白，刚下这个车。然后这个底下就是卖吃的了，然后网上我看有人还说这个灰，这车上的灰会不会掉在这个卖吃的底下？不会啊，因为这个毕竟不是北方，那南方只会发霉，就是发潮，它是没有灰的。就是重庆我记得没有，就是说像北方那种窗台上你不擦，隔个1周2周它就有灰了，这边是不可能的。然后现在就应该到达它这个大渡口的这个。应该这块就算老城区了吧？反正上次我来过大渡口，来过几次啊。上次来的时候停的是那个叫大渡口那站，那块感觉就有点挺安静的。那你看这边感觉还挺热闹，有什么小吃的的。这个楼，我天哪，这一看就是个老楼，这也是废弃了吗？你看这种顶层有个这种这个怎么说，类似于旋转餐厅的那种感觉，就是特别老的楼。然后这个就刚才我说的，它这个2号线，就是你去解放碑啊、杨家坪，我拍过的杨家坪、谢家湾、解放碑、鱼洞，就很多的地方都可以走它啊。你看又来一辆，挺给我面子。你看，就是应该刚才大家看到这儿的时候，我前面拍的几个空镜，也都是用我这2号线车上镜头，所以2号线它能走很多地方啊。然后景色也不一样，你看这个它就是在这个底下，看见没有？非常有意思啊！那我就是从这儿过来的啊。刚才它2号线还走这个杨家坪谢家湾，那我也拍过，大家可以去看啊。从这个大坪那边一路过来的，然后这么绕。然后这个楼是什么楼？这个大渡口的朋友可以说一下啊，我的确看不出来，但感觉是没人用。然后这样就拐进里头了，然后再往那边走就是鱼洞方向，再坐会儿，20-30分钟可以到鱼洞啊。鱼洞我也拍过。那么现在我就沿着这叫什么钢花路吧，就是钢铁的钢，花就是那个鲜花的花啊。然后我要去它那个叫什么钢花影剧院，好像是他们大渡口的一个比较相当于比较核心的一个电影院吧，就跟那渝中那个什么2路口电影院是吧，是一个道理。所以咱们来转一转，主要还是转转老城区啊。
看看能不能看到什么。我也没有具体安排这个路线，就是简单转转看看这边有什么不一样。就是这块儿，刚才出来的时候还是挺惊讶的，没想到就是这个出来就是有时候刷到他们那个拍的那个照片、视频的地方，就是也挺魔幻的。就是他没想到出来以后，他那个你看仨小孩出来以后，他空间就这么小，然后底下是卖吃的，旁边是居民楼，然后上面是走的车，而这个车能走很多地方，所以挺有意思的。然后但是你看出来以后呢，你看这块就比较宽松了。就比较宽松了，然后这边都是这种居民楼，但我感觉这些楼反正呢也都是这种新建的吧，新建的楼比较多，楼没有像渝中啊或者江北南那么老啊。就是大渡口，刚看一下大渡口区的人民法院啊，然后这边走在这边也挺奇怪的，这边这些中年男性走路感觉都是挺屌的那种感觉啊。我反正网上老看说大渡口这种民风比较凶悍，咱也不知道真的假的啊。这边主要看一下，以前应该都是这种厂房、工厂的这种子弟啊，因为像比如这边以前都军工啊，各种工厂特别多。然后反正其实这种要我说，我觉得呢，应该能够怎么样，对吧？我觉得应该不会那么夸张。但反正刚才无论是坐地铁上还是出来碰到那几个，感觉都他妈看我不顺眼的感觉啊。这在重庆别的区没有吗？挺有意思的，咱们继续往前看一看。然后现在我是相当于应该是往南的方向啊，就其实也沿着2号线这个。往南的方向，这什么玩意儿？走啊！然后现在我应该还是继续要过这个地下通道。然后其实这边路还是比较宽的啊，就是这个我感觉可能以前都是工厂，工厂完了以后拆迁了，你要建这种新的楼，你看看，它这个地下通道都关门了。然后我发现了一下，只有渝中区的那个就是整个的一体设计都是以这个。黄底黑字来作为一个布局啊，然后别的区好像就不是了。有个育才小学啊，小学建的看起来不错，是不是大渡口比较好的学校？然后咱们继续往前走，刚刚说一半忘了，大渡口这个区呢，也是从这个应该是5几年6几年吧，从九龙坡区就是分出来的，让它拆出来一个区，类似于石景山区吧。北京石景山也是为了这种工业建的嘛，对吧？单独建了一个工业的引号啊，工业的城区，对吧？当然石景山当时你也可以算是在城外了，就跟大渡口一样，对吧？这个地方呢，等于说就给单独拎出来，作为一个这种作为厂房啊、工厂啊、军工的一个区域。那么在这个90几年，我也查了一下，90几年以后呢，等于说它这个重庆调整行政区划，然后又把九龙坡什么跳灯啊那种乡镇级别的，然后什么包括。就是上次我拍巴南对面那个地方，好像也都是这个划进来的啊，就是它划进来一大片，相当于以前这个大渡口区域呢，非常非常小，非常非常迷你啊，就跟石景山一个道理，其实真的特别像，北京、重庆很多地方特别像。然后呢，这个区其实在游客或者旅居的人们，像我们一样的人来说，存在感并不强啊，因为这边也没有什么景点，也没有什么说特别说，这种特别代表重庆的东西。可能在重庆本地人来说，大渡口区那可能是不可磨灭的一个区域，但是对于外地人来说，就这个区域就存在感真的不强啊。而且这个区怎么说呢？我觉得也挺混搭的。你看刚才我一路拍过来，一会儿就跟那个在北京那个什么三环辅路走一样，一会儿又跑到城市道路里头。你看它这边，反正我感觉挺混搭，而且马路是挺宽的啊。南边走，感觉这种新房子就开始出现了啊。就是这个区域吧。我走这么几分钟，也感觉挺混的那种。沙坪坝是那种三球广场是有点乱啊，有点吵的感觉啊。这边倒不吵不乱，但是呢，就是走几分钟就是一个新的感觉啊。这几栋楼像是稍微老一些的楼，然后呢，对面这块已经开始建新楼了，然后这块这还在改造呢，看到没有？这是在建东西。然后你前面写了一个大渡口区博物馆啊，当然现在肯定是关门了。所以我认为这边还是在一个比较核心的区域了啊。咱们再往前走啊，我就一直沿那个钢花路啊，一直往前走，然后咱走到那个钢花影剧院那块啊，写的新山村派出所，那个2号线好像也有这么一站啊。2号线就刚才我坐那辆车，但它这个在里面了，咱就不往里走啊。咱们这次就一直沿着这个那个钢花路，哎，就这个路，这名怎么读那么别扭啊？就沿这个路走啊。然后这个就是大渡口博物馆，看没有？
已经是关门了，太晚了。有没有？这个新山村，当然了，大渡口这个区域，我这次就是来随便走一走啊，因为我想还是把这个重庆的那个主城这几个区域全给它拍摄完毕吧。北碚的话，看看吧，应该去一趟，也是拍一拍老城区啊。所以大家有没有这个北碚老城区的值得拍的，也可以评论区告诉我啊，我就全给它拍完。等说重庆的主城，这肯定都过了一遍了，区县这次就不去了啊，有机会再说了。然后这我现在一直往前走，你看这边的话就没刚刚那块什么人气那么多了，还有小摊小贩，这边就没有了。其实大渡口，我有几个晚上来过这边瞎转，但是来以后感觉就是挺安静的。然后呢，也肯定是没有游客，就是本地人在街上走来走去的感觉。这明显是新的楼盘，这就跟刚才我拍小摊小贩那地儿在一个路上，跟二号线那个轨道在一个路上。哎，反正就是也挺奇怪的。为什么我老说奇怪或者混搭呢？就是反正在重庆啊，我觉得有这几个区给我感觉它的整体是一致性的。那就算它有区别，也是比如离开特别远的地方，那比如说渝中区啊，渝中区虽然我在这儿住了小10个月吧，小1年，但它就是你只要在这个区，你拍东西就几乎可以锁定。那重庆待段时间，你几乎可以锁定这是渝中区，这是市中区，就只是说它的北面和南面观感可能略有不同啊，的确是略有不同。然后还有哪个区比较一致呢？南岸区我觉得也是比较一致的，就是南山前面那块啊，咱不算茶园什么的。就是我意思说，别的几个区呢，它的这个感觉呢，就算不同，它也会拉特别远。但是你看，比如说今天我走这个大渡口，还有上次我走的那个沙坪坝，就感觉就一会儿一变，一会儿一变，就变得切得特别快，你知道吗？然后九龙坡那边的话，九龙坡那个区域感觉相对来说也比较这个一体化的感觉啊，就是整个风格大致上。你看这边又是这样，这个布局就是像北方，比如北京有小区，你看就这种布局，就北京那种城市的居民街道是这样。然后前面是这个叫什么九宫庙，然后他们说九宫庙上也有一个大渡口的这个就是标志性建筑物，咱们看能不能拍着。这个路线当时我设计的时候，我就想，那就从大渡口最北边，相对来说最北边啊，就是平安那个站，就是大渡口最北边的一个站，我从那儿下的车嘛。它前面那站还是九龙坡区呢。反正这个区域怎么说呢？的确，我看他们本地人来玩的话，好像也没有说就是说大家来大渡口的一个地儿玩就没有，就是可能就是大渡沟区的本地人来这儿转转。这是什么医院？重庆95医院，有没有？这估计是不是以前也是什么？比如说家属区或者医院，又或者军队，咱不清楚啊。这次咱完全就是一个随机拍摄，看看，你看这个街道了吗？我操，就这个街道，就是北方的街道的感觉，你发现没有？你看这个，就人行横道很宽，然后马路很宽，然后这个城市的拉的距离看没有拉开了，真的这感觉你要说把路牌一换，切成这种北京的这种，比如说郊区啊、大兴啊、黄村那边，都挺像的，给我感觉。所以就刚才就走这几分钟变化特别快，所以为什么今天我一直在吐槽这个问题？其实也不算吐槽吧，这就是各区风格不一样。你看这块就感觉是一个北方的感觉啊，我个人认为啊，你也像比如说你像说渝中区，或者说这些区域，这个非常重庆的感觉。但我现在认为啊，这个区域我的个人推断，就是这边以前都是工厂，然后拆得太狠了，就是没办法，工厂肯定将来都要被排到这种城市外面嘛。所以说呢，就是明显的都是这种新的楼，你看这些楼都是新建的感觉。然后我的意思说，每次我说新建的楼，是指不是那种50、60年的老楼，并不是说它就几年啊，不是这个意思啊。有些人不要误解我，好吧？要不又有评论区和我杠了。重庆非常它的新城设计，就是说城市设计以后，它非常喜欢把这种人行横道给它放到地下，变成这种地下通道。可能目的是为了就是加快汽车的通行速度。反正我住的渝中区是这样，就是能不有人行横道就没人行横道，然后就这种地下的通道。你看，现在又走了一个，走错了，妈的！
杜市政，看到没有？简写的直接杜市政。哎呀，这个人行横道很有，这个地下通道很有北京的感觉啊，就是里头什么都没有。建成时间12年，肯定城市早期设计啊。你看全关门了，现在这实体经济多惨，多惨啊！唉，从这儿上去啊，像他这种肯定刚才说12年，肯定是当时是人行横道，后来变成那种地下的通道，因为早期不会用这种地下通道的设计。重庆红楼医院这名儿起的牛逼啊！可以啊，你看这边这几个楼，肯定是非常新的楼啊，绝对不会超过5年、10年吧，5年到8年左右的。这只有新楼才会这么设计，你看外立面，它感受是不一样的。有时间可以到这个下到江底下啊，我现在这个方向就往东的方向，对面就是南岸区的融汇半岛啊，就是跨着个长江呢。看没有，就是对面。咱有看有没有时间啊？然后你看，我还是走这个钢花路啊，还是走这个路。但是呢，它这个城市感觉又变了，看到没有？这个明显是一个，就是建的感觉跟新区一样，你知道吗？我操！你看前面这个新的楼啊，这种挺奇怪的啊。这个就是那个电影院嘛。我看一下啊，这是不是就那钢花影剧院？看能不能进去啊？这个就是钢花影剧院啊，没错。但是它晚上没有景观照明，你看这个建筑感觉，看相当于一个缩小版本的人民大会堂的感觉啊。就当年这种建筑风格都是这样。来看看它写的什么东西，大家能不能看清楚啊？这写的是58年10月建的，60年6月交付啊。一开始叫新山村大礼堂。那这块我推测一下啊，我也不用查，肯定是当年这些厂区子弟，比如看看电影啊，开个会啊，对吧？特殊时期啊，再给大家搞革命的地方啊，应该就是这个地方，对吧？看看，应该外立面是翻修过的吧？咱们绕它这旁边转一圈看看。但是它这个对面啊，那改的已经非常新了，建的都是这种新的楼啊，就是也挺突兀的感觉啊。当然，这种建新楼有好事啊，但是我还是那句话，就大渡口这个区域吧，切换的特别快，它风格，手机镜头可能看不清楚了啊，因为我现在是晚上。那你看这些旁边有个小辅楼，你看这个楼感觉都特别小，然后里边就不走了，没灯，咱也不知道什么情况。你看这个后面，你看这个楼，你看这个楼感觉都是应该是跟老楼一块建的，或者后来后期复建的，或者这个面就是压根没做这种装新风格的。那你看这个明显这个正面看没有，就做这种装新风格了，这面就还是老的风格。你看这明显是老风格。行了，看完了啊，我这次这个拍摄主线任务就完事儿了，然后咱们看看能不能去找到他那个叫什么，小红书搜了一下，就是他们本地人叫什么火马，就是一个地标吧，一个红色的马，咱们去看看能不能找到。然后找到以后看看时间，江边的话看情况吧，反正也有点距离啊，也有点距离。那现在继续一直往南啊，然后其实等于说这次我走这个道路呢，是它这个沿江边，看没有？刚才给它照了，沿江边的一条道路。那2号线上头，比如我在大渡口站下头呢，它是靠西侧啊，靠西侧一条道路，那边可能就是新建的区域比较多。你想这个钢铁厂、军工呢，它以前肯定是通过这个船啊来送东西，直接就开船，比如直接就搁到上海去了，就沿着长江走，这应该就这么个逻辑啊。再通过陆路就可能，那肯定是如果又能建海又能建陆，肯定靠江边放啊。你看这边都是新楼，那么非常有意思啊，非常有意思。这个往里走，就那种跟画龙桥似的，看到没有？哦，它也是个万象，看到没有？是一样的啊。我那个画龙桥也是万象城，看到没有？我就说这他妈设计风格那么明显，我这个眼力还是可以的啊。我就说太像这个画龙桥那个万象那种街区的设计了，因为这些大的这种商业城，它附近的道路也是它应该都是自己设计啊，就走一个什么招标什么的。你看这有一个，这也是一个废弃的了吧，反正停用了。这我不知道是一个什么地儿啊，酒店吗还是干嘛呢？你看这个楼。其实这次我觉得就是我的个人想象啊，因为这条路我说实话没走过，我认为它应该会有更多的老建筑，但没想到这个就是非常混搭啊。
大家可以看见这个大渡口，如果不是这种商业集中区，好像是人是不太多的。这边就是一个很本地的居民区，而且都是这种工厂的子弟可能比较多啊，在这边。比如说分房啊，就是新房，我估计买的可能也都是以前这个大渡口的土著，对这儿有情怀，然后在这儿买的啊，应该是这么个状况。我觉得现在你要真是做重庆那种投资，可能也都是往北走了吧。你看这边全是新盘新楼，跟新区似的。但这个区域其实很老，这边断头路了啊，这个是不是还得往这右边绕一下啊才能过去？挺奇怪的。这刚才看也是一个交易中心啊，里面也全空了。这边的话，市经济感觉比较惨啊。而你还有个问题，这边的话，它就一个线路啊，2号线啊，它不像沙坪坝，虽然也挺老的啊，沙坪坝也很老，对吧？沙坪坝那上次我发小红书还一堆人说，沙坪坝就是除这个渝中区第2个市区最老的市区了。那具体是什么样咱也不清楚了。但是呢，沙坪坝它有3线3+1，马上就要第4条线过来啊，对吧？有意思啊，它在这上面炒，然后呢吃在底下吧，然后这底下是一个人防工程。哦，这估计是很早以前设计的。你看这写的还写的人民防空呢，我靠，大渡口人防，对啊，这个味道就是那种老地下室的味儿，你知道吧？你像现在这种地下通道是没有那个味道的。咱们下去看一看啊，临战封堵，打仗给封上了，看没有？扩散式，啊，这应该是建的非常老，这个建的非常老。战时进风机房，配电控制室，看没有？然后这块有一个，这是餐厅不火锅店，但是没人了，这边都关上了，看没有？就跟那种以前北京有这种很多底商啊，战时次要出入口。哎，你看这就过来了啊，这就过来了，挺老了。这应该以前就是这种防空洞改的，对吧？因为你这以前是军工厂啊，对吧？防止敌人轰炸。你看，来到对过了啊。刚才我也不知道拍那个火锅店是不是就是他炒料这家店，但是也没有人呀，咱也不清楚。哎呀，这边感觉这个实际经济比较惨淡呀，那个都没什么人。你看看，我操！看看，没人，但是街面上可能还是有车的，就是太居民区了，可能太居民化的一个地区了，所以这是为什么在游客眼中可能都没听过大渡口，对吧？你像20年旅游的时候，你压根儿就没考虑到大渡口这个事儿，就是那年旅游，我都不知道大渡口是哪，我以为是什么重庆的景点呢，所以说。这个区存在感比较低啊，咱们继续往前走。银行大渡口支行在这儿啊，这也是老地方了，应该。看各位，等于刚才我一直走的是钢花路啊，钢花路。然后呢，一会儿我走的这个新山村地铁站还是那个2号线，等于2号线应该往前走2和3站，我从那儿上去，然后往回坐。但是呢，你看这块儿。我一走了，然后现在我看到一个这种老社区的感觉，咱们进去看一下啊，什么样？我靠，这个够有点黑啊，咱往里看看啊。这边好像也没有什么底商，你看它的居民区，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见啊？我也拉高点，估计你们看不见。你看它这个区域就是居民区，你看楼上呢，肯定有人住的。你看这个楼，就跟重庆这几个老城区的楼差不多。然后这儿有个健身器材，但是你看重庆老城区一般都有各种什么火锅呀、串啊、打麻将啊，你看这边没有，就刚才在街上也没有。然后你看就没有，也挺有意思的啊。咱就出去了，它这儿能出去。好，这我操，好矮！看这个楼，啊，这儿打麻将，刚说没打麻将，这儿打麻将。我操，这怎么跟北京的小胡同似的？这个出去就刚条大道啊，方向感是不会错。你看这人弄得跟那个北京2环里那种小楼一样，就是各种胡同呢，然后有这种小板楼，这种感觉特别像。
看就这样了，还得往里走了，应该能走过去，咱就不走了。这儿有一个招待所，小旅馆。出去了啊，走到大道上了。这个楼看没有？看这个楼了吗？有这个窗花的，我叫它窗花了。这个至少30-40年前的感觉，就这楼。这儿一个打麻将，出来了啊，这就出来了。哎呀，你看这多老啊，这门洞。翠园社区上面是这个楼。就是在这个区域呢，有点那种北方那种城市的一些风格啊，给我的感觉是这样。这个大渡口区新山村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啊，人家服务中心还有一个救护车呢，看没有？然后这儿有一个中国电信啊大渡口分局。你像呢，我是这么认为的，在沙坪坝那儿三阳广场那儿，我也拍到一个这电信的这个中国电信沙坪坝分局。那这个应该就是以前的那种电信局啊，比如北京，但是北京现在这种地儿都归联通管，因为是北联通南电信嘛。北方的话，像这种地方好像大部分都划到这个联通了，中国联通了；南方划到中国电信。就是我在北京的时候都知道，这个网络啊，尤其是这种固定网络 WiFi 这种网络啊，接到你家里电话这种，在北方是联通好使啊，或者你也可以叫网通，对吧？网通也合了啊。然后南方是电信好使。这就是当时这个拆公司了，然后现在呢，这个咱就不继续走这个，现在到这个9公会了，我不知道是不是已经到这个9公庙，这儿写了一个9公庙养老院啊，然后我现在要往这个西边走，然后咱要找回2号线啊，这个它具体那个火马在哪儿，如果没碰见就算了，拉倒了啊，我现在就如果没错，这是往西走啊，对，应该是这个方向，不是正西，对吧？不是正西，但是肯定是要往里走，不然找不到车呀。因为这边还是那句话，为什么你看居民楼里都有灯，都有人在亮灯，但是街面上人少，这就是外来的这个人流量不大，对吧？因为线路太走的应该叫八桥街啊，是叫这个名字吧？叫八桥街。然后呢，现在几点啊？现在是我加上时间点好像晚了，晚上快10点。当然还是那句话，在重庆其实晚上还没到10点，能叫到睡觉的点吗？肯定不是吧。但是反正你看我去过的一个是这个哪儿，一个是那个宫贸，对吧？然后我想拍南屏就拍到宫贸了，一个是宫贸，一个是大渡口啊。你看就这种问题，就是没什么人，就是反正不符合，因为我的主观判断是什么？不符合重庆平均人流量在晚上的时间啊，对吧？这个楼是老楼，看没有？这各家这个什么都连在一块儿了，你看这住户，你看没？这贵的都是老贵的，我觉得。这可能9公庙是它，据说是以前那个大渡口的这个区中心。往里走有这种烧烤摊存在了，刚才可能一直在它这个外面，但是明显这个人流量肯定还是没别的地儿多，都是本地人，估计都是大渡口本地的比较多。那大排档这块这排楼啊，你看都是老楼。跟我在沙坪坝呀这些地儿看的楼，老楼，杨家坪那边看老楼，感觉是一个那个味道，对吧？哎，你看这叫什么？无心插柳柳成荫。这儿呢，他们叫什么火马呢？就是这个9公庙商圈的中心啊。反正说是大渡口的区中心，但我不知道是这块是城市中心，还是那叫什么大雁几村那边，就刚才我拍的那个平安那块是中心啊。反正那就留给评论区里说吧，对吧？这边有一个商业的集合体啊，然后它有一个万达的影城，但是呢，想想的晚上了啊，快9、10点钟、10点钟人少，那这个就应该它是它那个中心了，对吧？我刚刚已经看到2号线那小列车了，看新山村站这儿应该是，估计应该这块是当时的区域中心啊，因为从2号线是重庆最早的这个轨道嘛，所以它当时建的应该都是比较核心的，路过各区核心的位置，对吧？这块还有一个钟表在这儿，反正这块就感觉就挺安静的啊，可以这么说吧。然后这附近这也是有居民楼，有高点的有居民楼在这儿。说一下今天的时间啊，今天是周6晚上的10点，可不是工作日的晚上10点啊。我给大家强调不，刚才我说晚上10点可不是工作日，这是周6日，今天是周6，所以这个商圈我只能说是比较落寞的啊，是比较落寞的这个地方。
基本上感觉都是本地人逛。不信你现在可以去沙坪坝三阳广场，对吧？渝中解放碑，但解放碑有游客了。观音桥，你看看，绝对不是这么点人啊。当然这个区域怎么说呢？我觉得我本地人住应该是很舒服的，对吧？也没游客多好，没有游客捣乱，就是完全本地的一个生活状态，比较安逸，对吧？比较巴适。啊，这是一个麦当劳啊，新天泽国际广场啊，这样卖也是小菜小贩在这儿。这就跟那个我拍那个三峡广场那中心那块儿都有一个标志性的那种建筑物，一个这叫火马，我只知道小红书上叫火马，但是它官方叫什么我不清楚啊。这是一个环岛，然后附近你看没有，都是可以通到那些主干道路上。但我估计这以前是不是也是可以走车的呀？给改造了吧？应该这么改成步行街的感觉。然后这儿也是一个大广场，这种状态啊。反正这个路线属于歪打正着碰了一个这么路，我从这平安下车，然后一路走到这个应该是这个新山村地铁站，对吧？正好是把它这个大渡口那几个格局、几个感觉都拍出来了啊，正好是路。所以我觉得也挺巧，这就是，我就争取把这个主城多少区来的拍完了啊，然后北碚看看找时间拍一个。其实有些地方是我本来还有几个题材想拍，但是因为重庆没有晴天，就难看那些地方，所以就算了。所以我也等几个晴天啊，我下周日就回去了啊。到这个2号线了啊，就这期就要结束了。然后这期就是像刚才说的，正好凑巧把这一趟给它拍差不多了。我估计一开始走那地儿属于他们厂房的这个区域吧，家属区，然后到它现在这个大渡口的区域中心，整体这么过了一遍啊，反正也挺有意思的，感觉是不一样的感觉。重庆各区说句实话，这差别真的挺大的。这就是这轻轨站啊。然后，哎呦，这要怎么过去啊？应该走这块儿，走这个叫什么廊桥，对吧？过到对面去，还是可以坐车啊。反正不太一样。其实这个大渡口啊，刚才就是因为我这个都是即兴表达嘛。刚才我说多次，这是第2次，这就是我第2次来大渡口。我第一次来大渡口还是在大渡口，就是那个站叫大渡口，那个站下的。那个站下呢，就感觉就是在那会儿走了一个大渡口什么公园，城市公园吧。就感觉没什么可拍的，所以当时我说为什么一直没拍大渡口？但这次正好，我就是也是随便查了一个，然后我这么来拍了一圈，感觉挺奇怪的啊，就不是说挺奇怪，感觉就是也挺奇特的啊，就是还是那句话，这是我见过重庆城区啊风格最混搭的一个区域，你看这怎么有点像那个北京那个海淀5棵松，你知道吧？那叫什么来着？那叫什么商城？我都不知道它现在叫什么了，改了好多名啊！就那个大的商城，那个购物中心，是叫华西吗？还不是华西，也是俩字啊。附近旁边，这什么都忘了，因为它改了很多名字了。你看，这也是这么大的，有2个这种走车的，特别宽道，然后对面2个都是商城。这就是这个2号线啊。我看我怎么过去，已经过不了了。看通行时间早7到晚10已经过了啊。然后这个我现在有印象了，这个是在我去年拍4K 街景的时候，我就有印象嘛，正好是一个转弯，有一个这个什么海宁皮革城时尚广场，那会儿印象不深，因为那会儿都是在轨道上的这种状态，看到没有？正好是一个拐弯，这么拐就拐走，应该再往前开，你像那拐到什么天堂堡那些地方，就已经是大渡口特别比较荒的地方了，就没楼了，你知道吧？那就像我拍移动那期，中间换个车就有骑马的了。好了，各位，那这期视频到这儿就要结束了。那这期就是简单，也不算简单吧，30多分钟的视频，探索了一下大渡口老城区的感觉啊。但是老城区怎么说呢？它这老城区不得不说，大渡口拆迁其实挺给力的啊。它不像渝中啊、江北啊、沙坪坝，整个就是以前拍的，包括巴南这些区域，就是还有很多老建筑、老的那种风味儿在里头啊，就已经是完全比较新区的感觉。它拆迁挺给力的，你看它有很多新楼起来了。如果你不知道这儿的历史人，你会认为，这块是不是就一个新区的感觉啊？如果不看这些老建筑。那好吧，那后面我会拍一个给大家放个杨家坪，就是我拍完这些素材，
的一个人流量是什么样，放在后面啊。那如果喜欢我的视频，请给我3连关注 YouTube、点赞、订阅，感谢大家支持。同时，我的视频也在几乎你能看到所有平台都会上传吧。如果你能帮我关注一下，那就非常感谢你。一定要关注上我 YouTube， 在 YouTube 上再给我看一遍，如果可以的话。OK， 拜拜。大家看啊，现在我拍完大渡口素材全拍完以后，来到杨家坪换车啊。是周六晚上10点快40吧？你看这个人流量还是不一样的啊！感觉大渡口的人是不是都来杨家坪来玩了？杨家坪谢家湾来玩了。它这个换乘通道改造了啊，以前是一个特别老的，然后上次我在这儿换乘的时候，它一直在装修，现在已经变成一个可以亮灯的了，还挺漂亮。其实这个大渡口的区中心离九龙坡、什么杨家坪、谢家湾还挺近的，我觉得。当然可能过去离得比较远嘛，现在有这个轨道，其实是很近。